皮蛋啊，我喜欢叫它松花蛋。那松花蛋呢，曾经被 CNN 那个傻媒体评为全世界最恶心的食物，我表示不接受。我可以说是能够做到出去吃饭，只要有带皮蛋的凉菜，我一定会点的这个程度。那么我就想，皮蛋这种有独特风味的，而且味道比较浓重的这种食材，如果去做熟成牛排，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个全新的味道啊？所以这期呢，咱们就做皮蛋熟成牛排。我认识的外国人里，包括我老婆，他确实很难接受皮蛋这个样子，还有它的这个味道。所以高低这一期节目，我一定要找一个在国内的外国博主跟我一块品尝这块皮蛋熟成牛排啊。做法很简单，短平快，我们把它涂在牛肉上。马上就到广州了啊，离谢尔盖师傅越来越近了。好了，同志们，我现在呢来到了广州谢尔盖的工作室，满怀恶意啊，不对，那个满怀敬意的给他带来了一点土特产啊，就这个东西，你知道啥吗？鸡蛋，这个是鸡蛋，哟，还知道是鸡蛋嘞，皮蛋，没有味道，味道不错。我能看看在里面是吗？你给它打开，敲碎它。啊，其实谢尔盖在中国，其实很多东西他都吃过。你比如说螺蛳粉，他就很爱吃，是吧？大家都知道。皮蛋，咱们是松花蛋，是不是他也能够接受了？那这个我说哈还不一定。100年的鸡蛋。对，俄语管这个皮蛋叫100年的鸡蛋，你就看看能不能吃。反正我媳妇儿是肯定吃不下去啊。感觉怎么样啊？在里面比外面味道很香，不是很香，这个是不错。你吃，咱们先让他吃个鸡蛋。你这太小口了，你对不？你看我的多香！鸡蛋，这个是鸡蛋，很好吃。还有这个是免费的，吃很好吃，我很喜欢的免费的，这个是好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们不喜欢这个。怎么样？这一年不到，中文啊，谢尔盖的中文真的就是对我来说是质的飞跃。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马上开始吃。我想牛排，我想牛排。我们现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把外边这个壳去掉，把这个地方切一刀，然后切成牛排。好。再横过来，把上面硬的地方切掉。行，好。
很着急的样子。你撒均匀点我。谢尔盖说他没吃过书生肉，然后他一直对这个书生肉比较怀疑，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风味，到底提升什么样的风味啊？然后我今天做的又比较特别啊，所以我现在有一点紧张，同志们，各位。Нет, я чувствую этот вкус какой-то есть. 有感觉，什么感觉？鸡蛋的感觉。有，这不是我说的了吧？点有。你吃这一块，你吃这一块更明显，靠边的。反正这种熟成哈，就是你只有吃下去咽进去，最后这个牛肉的味道慢慢消去了，外边那层材料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非常好。啊，我们要就是最后你吃下去咽下去以后，最后那一点味道就足够了，就非常完美。好吃吗？很好吃。因为我觉得鸭蛋不给牛排味道。现在我有。小伙不是说你也不用说好吃不好吃，你看表情就行了。你看谢尔盖现在表情，真的我能吃，我很想吃豆东西。这回老规矩没了啊！这回老规矩没了，大家一看一共就切了3块，啊，还不够谢尔盖一个人造的呢啊！就这2块就留给谢尔盖和他家人去尝一下啊！我和谢尔盖呢把这些吃完了啊！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觉得很想吃，这个是给牛排味道。他没想到，就是我一开始说，他说你把这东西糊肉上面一层能有什么味道？吃完了以后就是有，对吧？这就是我们2个人应该现在说不是我自己，是我们2个人的一个独特的体验嘛，人生体验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这期节目咱就拍到这儿。反正我觉得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着啊，谢尔盖，然后老瑞，然后帮我们频道点赞3连支持我们一下啊，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咱们就拍到这儿啊，感谢这个谢尔盖的招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好不好？啊，再见，拜拜。Lucky, lucky, lucky me.